哦，对哦，对对对对。嘿嘿，好，刚刚我有上去网站那个8月的留言板，本来想跟大家聊聊天的，结果发现没有人理我，还是大家看不到我，听不见 ？What？ 听得到吗？没声音。哦，然后发现没人理我，看到了几个留言，哎呦，倒了。Say nature, say creature, say cross, say you。然后这几天我也看到了很多大家给我的留言，有的观后感都写得非常的棒。因为洗漱完毕，然后一会儿直播完就睡了。卡吗？你们最喜欢哪个故事，或者是想听我说一说哪个故事的幕后小故事？就其实有很多故事是，减去了挺多部分的。然后呢，其实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不是我的自制手机架好像有点不太好用不太稳定为什么？那不是蚂蚱，那是蚂蟥。想听大壮？哎呦我去！这就让我很尴尬了。我知道了，哎，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这个东西调整一下。想听大壮啊！哎呀，自制手机架有点不好用。想听大壮，咱们就来说大壮。OK 啊 ，OK 吧 ，OK 啊，这样应该比较稳定了。想听大壮的话，就是大壮不是那个邱纳童的那个篮球兄弟家的小狗嘛？然后大壮特别的聪明，就是从我们进来啊，不管玩啊什么的，都是一直跟着我们，然后跟两位弟弟的感情也是特别的好，然后特别听话，就是好像很懂人一样。因为之前也剪了一些版本嘛。其实我特别想说的就是，之前特别想说的就是大壮就像一个这个那里的猫啊、狗啊，还有各种动物、鸭子啊，都非常的自在。然后我早上起来，在他们家起来的，起来以后嘛，然后呢就看到大壮，他就像一个那个
好像这个村子就是他的活动地方，他的地盘。然后呢，他非常的自在，他就会就是摇着尾巴，然后从这个自己家，然后走到这个村委会，然后呢篮球场，然后呢摇摇晃晃的，然后再走回家。他就像一个那个村长一样，然后会去就是去到处都看看，然后呢视察工作这样的，很可爱，非常我觉得让他们，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你看就像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他们也不需要牵着狗绳啊，然后呢所有的动物都是自由自在的跑来跑去的，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就吃饭，然后他们还会跟他们一起玩球啊。我觉得兄弟俩有一个这样的动物一起，小狗一起长大是很幸福的事情。然后特别就是我们看的那个大壮你也要抱抱的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我估计他已经看出来，或者是懂了我要走了，所以呢他真的是他走了一步走到我面前，然后呢才有了我说大壮你也要抱抱，然后就和他告别。其实那几天和兄弟们的相处啊，包括和大壮的相处，其实都是非常的开心的。对，还想听什么故事呢？我看看问题这里啊。对，七星的素材还有很多，看看之后吧，之后会不会剪成一些东西放给大家。剪了好多版啊，妈妈也看了很多遍，然后我就看了更多遍了。啊，这里我有朋友苏糖 Super 3，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第三个盲盒的故事，什么第三个盲盒的故事啊？第三个盲盒是啥呀？什么时候来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去马来西亚的计划。为什么22年的素材用的很少呢？因为衣服啊，包括是整个的这个基调和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了。当时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22年因为就像在那个笔记里有写，我们商量过这个问题，就是说22年的时候，因为是和兄弟们一块儿去的嘛，好朋友们一块儿去的，好像那时候自己还没有那么的勇敢，也没有那么好像去面对这个事情，好像有朋友在就会温暖一点，然后开心一点，然后整个的片子的氛围就是都是怎么说呢，很欢快，然后大家吃吃喝喝啊，然后玩乐呀，然后呢骑行啊，然后这次出发我是真的是想然后回来看了素材以后，就是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很开心的，除了一些摔跤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后来我就觉得其实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不是人在孤独的时候，人在独处的时候他才更容易思考嘛。所以当我再次出发的时候，我真的是决定去拍一部纪录片，是想去拍一部片子，然后留下点什么东西，可能不会像之前可能会像 vlog 啊那样的记录生活的形式啊，它更不是一种纪录片的表达的一种形式。所以可能又过去1年吧，又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
自己也成长了一些，觉得可以去独自面对这一趟旅程，然后独自的去思考一些东西，而不是骑完了大家跟朋友吃顿烧烤，然后对吧，都有人陪伴，对，有好朋友在身边陪伴，就不会那么孤单。其实每天拍完了以后，我们都会捋一下23年的时候，每天拍完了，我们都会捋一下，拍了什么，然后就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什么东西需要补足的地方。对，其实都是有复盘的，就像前面说的那种时刻，大家贴着面膜，其实很好笑。那天在丘纳桶，就没想到摄影大哥也贴着面膜出来，就是那个画面就很好笑。还想听路上睡的习惯吗？路上睡得老好了，路上太累了，路上简直了，路上简直太累了，就是我是反正我觉得只要就是到了洗澡洗得很舒服，我就睡得蛮好的。对，我觉得路上睡得都挺好的而且那里会给人一种不知道，反正很就是夜晚因为你每天都面临着要早起，你一早起你就不可能晚睡，就是基本上也没有失眠过。然后路上要骑车呀，然后还要想怎么拍摄呀，其实是不论从体力上大脑上都是很费神的一个事情。对，一路上就是住那种民宿啊、驿站啊，对，和大家住在一块儿啊。怎么做到防晒？我回来的时候，人家都说我黑了好多。反正你们也看到啊，好多有的那个我发的图，我都是没有一个脸上是没有露出来的地方的。鸡汤好喝，鸡汤特别好喝。我回来以后就没有喝到过这种味道了。延迟的幸福感觉到了吗？其实也从拍摄到现在8个月了，蛮煎熬的，就是很多事情都要看哈。首先要捋文案，捋完文案精简文案，然后写故事以后精简完了以后再挑，然后再想表达什么，然后一遍遍的过完了以后，后期还要是吧调色、剪辑、配乐、配音。哇，你知道当时我的工作人员就问了我个问题，他说：“老板，你还会拍纪录片吗？”因为感觉他也快要疯了。我说：“啊，为什么不拍了？”他说：“还是不要了吧。”有啊，当然有成熟的这个前辈，然后进行一些指导，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成功，光靠一个人的努力其实是挺难的。对，我很幸运也得到了很多前辈们啊，有经验的前辈的帮助。对，应该会有花絮吧？对，会有花絮。放心，一定会有花絮的。听说去西藏会长高，没有长高哎。
怎么戴眼镜了？没看出来这是造型吗？又没有化妆，就要有点造型，知道吧？有点造型，弥补一下这个憔悴。哦，对，五月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跟大家在线下见面了，可能会直播跟大家见面吧。对，因为5月，本来是计划是有和大家见面的，但是因为一些谈的东西啊，然后出了一些问题我的初衷是要既然大家要见面，我就希望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然后呢最好的舞台，最好所有东西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每开一场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既然去决定做了这件事情，如果他有好像很勉强，或者是会有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那还不如放一放，或者是往后推一推。因为我知道大家来见我一趟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为这个在台上的演出也会拼尽全力，所以没关系，我觉得可以，我们再等一等，对，然后把最好的、最棒的舞台，然后最佳的状态给大家。我不希望有在任何方面打折扣。我看一下哈，什么时候剪头发啊？慢慢，说实话，慢慢习惯了长头发，就是洗头太麻烦了。哎呦，我的天哪，洗头太烦了。可乐的关系，其实，可乐前几天生病了，对，不吃东西。哎，我妈很好笑的。其实我觉得可乐替我分担了挺多的。我妈有的时候，我妈就是那种有的时候在家睡前，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是这种她要睡觉了之前，她一定会去找可乐，然后呢要跟她聊，要抓她过来，然后跟她聊，跟她说好多话。我说为什么要跟一个猫一直在那讲话呢？我说她也听不懂你说什么。就是这次我觉得他替我分担了，然后我觉得他因为有可乐的存在，妈妈的可能这个状态啊会更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有可乐在。因为我之前一直想说让妈妈养宠物啊，不管是狗啊猫啊，她都是很坚决的拒绝了我。因为我之前经常不在家嘛，所以我也是很希望有一个小动物可以陪伴她。哎呀，我妈就是每当她做出这个的时候，我都在就这样3滴汗，抱她，然后撸她，然后跟她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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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对，可乐就是前几天不吃东西生病了，然后现在后来就好一点了。我看一下啊，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第一次做导演有什么感受？和之前想象的导演工作有区别吗？其实，因为你在片场的时候，其实你是非常知道导演都在干什么的。但是纪录片又有些不太一样。对，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素材，然后其实看素材每天10个小时，我们都看了好几天。对，有没有遇到什么满足感爆棚的事情？我觉得，而且之前，其实我出发的前面因为跟制片人聊嘛，就会聊到
其实有个问题很纠结，就是我拍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挣钱。就是制片人首先考虑的是，对我拍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挣钱嘛？我投入了这笔资金以后会不会挣钱？其实纠结，我说啊，那怎么挣钱啊？我完全想不到这个拍这个片子可以去哪里挣钱。然后因此其实我有2天就没睡好，我想啊，那是啊，你投入这么大去拍个片子，然后完全没有盈利，等于说这是个完全亏本的买卖。对，如果从生意上来说是个亏本的买卖。然后我就和朋友聊，我就说了我的困扰，然后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要，他说你现在都就是因为之前都准备了很久，然后决定要出发了，临走之前你去想这个东西。他就问了我一个话，我觉得特别的给了我动力。他就说你先抛开这个问题，就是抛开赚不赚钱的问题。他说你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后悔？我说我当然会后悔了，我说我已经准备了这么久就要出发了，当然会后悔啊。那你不要想那么多，那就去做吧。然后就去做了。后来其实当成品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对，虽然它没有盈利，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赚钱又不是人生的唯一的目的啊。然后呢，在条件允许的下，我愿意去投入这些东西，然后给自己去实现一些自己的理想，去拍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或者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人生很重要的是体验吧。对，然后这部片子的成功也都有各位的功劳，你们都是小小的赞助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刚刚已经祝福过了啊。最近没有去马来西亚的计划，对，可能下半年吧 ，maybe。Don't worry about 海蜇。Don't worry about 海蜇。We are strong and healthy. I hope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大家都要健康，对，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前面我也去健身了，去健身去跑步了，然后洗漱完了，然后跟大家直播聊聊天。想听听纪录片结尾那个小女孩的故事。结尾哪个小女孩啊？是跟我坐在一块儿的那个小女孩吗？那个小女孩特别可爱，特别可爱。我坐在那跟她聊天，她就说：“哎呀，妈妈不让我多吃。”我说：“啊，不是应该就是父母都会让小朋友多吃一点吗？”她说：“妈妈不让我多吃，她怕我吃太多，长得太高太快了，就变大了。他爸妈就不希望他长大。他当时他好像是他。”不是他爸妈，是他外婆还是什么？然后那个带着他的，对。
看看还有什么话题啊？后面才会有近点的地方，对，在计划呢，在计划呢。有没有印象很深？为了纪录片，整体效果忍痛割弃的故事？其实是剪了非常多东西，因为其实每个人单独的故事都非常的饱满，对。但是你要明确，其实就讲故事就是这样，你要明确一个主题，你想表达什么，想说什么，对。其实就会有剪掉一些东西，所以可以直播跟大家聊聊啊。其实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宝贵的品质。然后我自己也是，每次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人生确实有很多种活法，对。因为一代在北京久了，大城市久了，你会觉得啊，人生就是我要努力奋斗，我要赚钱。然后在路上见到这些人，一路上的人都会觉得他们也过得很好，在世界上很多可能不被人关注的角落里，都有生活的很好，生活的很富足富裕。这种富足富裕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富足富裕，可能是思想上精神上，他和大自然的接触，他和万物的接触的，对。能不能讲夫妻俩的故事啊？夫妻俩的故事就太精彩了，就是你们看到的部分是最核心的部分了，当然还有很多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部分。其实你看牛虻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父亲，他和孩子玩啊，帮孩子梳头发，然后呢每次出去竟然是多拉开车，就是老婆开车，老公坐车，老公不会开车，然后定地方定地点都是老婆去做。我说这还蛮奇特的，对。然后很令人向往和羡慕和感动吧。当时我还问他，我说，因为我特别好奇，因为作为一个演员，对吧，就很好奇。我说，你们这样的见面，你等了1个半月，然后他骑车赶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是说什么特别的话，什么的？他们说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有点害羞，然后就还挺正常的。然后他们好像那一趟骑了3个月吧，才骑到拉萨，一路骑一路玩。我说那你们那应该很和谐啊。然后呢他没有。我说那应该就是说这个我说走过来这么久应该都还挺好的吧。他说也没有，也经常为了一些事情去争执。那我看来，其实我之前在网上有看过说这个恋爱观和生活观或者爱情观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说就是结婚了，就是像2个人在经营一家公司一样，就是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公司，就是要小心呵护，然后肯定会有争吵分歧，任何的东西摩擦，但是就是2个人要携手把这个东西做好了，这个公司做好了，对。然后那个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可爱，然后我觉得很尊重，我觉得他从他们感觉里就是非常的尊重他们孩子的想法和决定。
然后都是商量着来，他不是那种像我这代长大的父母都是这个，你必须听我的，不听我的怎么那样，对吧？然后我在家我也跟我妈说一个事儿，我说妈，我说在家你坐在那儿坐在我对面，我就真的我都听不到你夸我。他说哎呀，我夸你，我怎么不夸你？你看我跟别人都说你好话，我写文章都说你好。我说你跟别人说10000句，你写的再好，我说我坐在你对面，你不夸我，你都是说我不好，说我哎呀你有什么性格上不好的，你也要改掉就好了，怎么样的。我说你就不能够多夸我，多说我好吗？我心情也好一点了。我坐在这儿你就数落我，还好我是个比较乐观的人。他每次现在他一说我不好，我就说你能不能夸夸我？哦，新歌写好了，新歌，第一首新歌已经，下个月就能出来了。第一首新歌下个月就能出来了。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我第一次录歌，录了2天，因为第一天录完，有段还没录完，第一天就是有段还没录完，但是嗓子已经出不了声了，就报废了嗓子，然后顺延到第2天才录完的。最耗脑力的其实是后期制作呀，然后我觉得是一个不断追问自己的过程，创作也是，出发前也是，过程也是，最后也是，不断追问自己，你想表达什么？不断去思考，可能同样一个问题。哎，我去，这样喝口水。稍等一下。邓珠老师的灵感学不来。还有什么故事吗？向大姐的故事还有吗？向大姐，你知道吗？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真的决定了很多东西。他们有个那个时候是，他之前不说他在然屋嘛，然后呢，真的我看了以前照片，感觉比他就可能10几20年前的照片，比他现在显得还要老。
他反而搬到那儿，然后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帮助别人，他是由内而外的感到开心。你知道我们第一天，跟他采访的时候，在晚上采访，他是那样，就是闭店，闭店帮我们采访，然后呢，就还有一些人可能想来吃饭啊，或者是吃完饭走啊，就他就边跟我聊天是这样的。就一看就是说有没有人需要帮忙，有没有人来要进来，哎呦他们是不是就是那种一开始你知道吧，有人的时候就是那种只要看到有人他就想过去，就是想问一下要不要帮忙啊，要不要怎么样啊，怎么的，就是这种性格的，就是停不下来，一天到晚就是充满了活力，忙上忙下的，风风火火，哇，炒菜弄饭真的特别好，就是，而且很真诚，你就感觉到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袒露自己。就是后来我们不是剪掉的一些东西嘛，对，就是什么都说，对，就是善良的人。后来就觉得就是还是我觉得当然我们要保护他了，对，不可能把这个一些人家的隐私放出来。然后很好玩，然后抢着跟我买单，我觉得他生活的很快乐，这个快乐真的是非常的感染我，而且石锅鸡真的很好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真的，你知道吗？饥肠辘辘，骑了，路程已经接近尾声了，一路上可能也没吃过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到了那儿，哎呀，饱餐一顿，然后坐在他那驿站，他说我问他有什么后悔，他说他唯一有点后悔，他说就是搬到了新的地方，看起来好了，但是就是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然后我就特意去了他以前那个驿站，他说对，还有很好笑，他说以前驿站那个厕所啊，他说是那种汉式的，就是他建的那种悬崖边上，就是你要是上厕所，就是回归大自然，就那种你知道，想象一下，细节我就不描述了。我看看，还有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把想要的问题可以顶上来哦，因为我往下刷不到什么了。哎呀，对，最近锻炼蛮多的。对，最近锻炼蛮多的，然后也拍了一些运动的视频啊，然后未来会分享一些可能有声读物啊，对，然后再准备自己第3张专辑啊，今年的第3张专辑，曼陀罗应该也快上了，对，下个月吧。然后其实邓竹老师他不说了一句话，其实挺打动我的，就是我说有人的时候你唱给他们听，没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没人的时候他照样唱啊，他也会唱啊，照样表演啊。其实我就想起我那时候学吉他也是这样的，就是到现在我也劝人家，可能人家想问我小孩学什么，我觉得他们一定要学个乐器，
就是音乐真的是在你很一个人的时候，它真的像一个朋友一样，而且是那种不离不弃的朋友，它可以陪伴着你。其实有的时候音乐也许不是唱给别人听，就像我自己在家，我也会抽空练习练歌，学自己喜欢的歌。它很多时候也是唱给自己听的，歌里写的旋律、写的歌词，也许是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向往，也可能是自己的心声，也可能它可以疗愈自己，也可能释放一些情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我真的建议大家有一个兴趣爱好，学一门乐器，然后其实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当中很多的压力。对，那时候也没人听啊，也没人听我唱，然后主要是也不能够出去 KTV， 不方便，自己在家练。对啊，然后后来慢慢练的，你又习惯了这种方式，你觉得很好啊。想唱歌的时候抱起吉他，在家的时候，就可以练，喜欢的音乐就可以学去弹。对，特别好。所以，而且还有邓竹老师，其实邓竹老师去过大城市，我就问他，我说那个邓竹老师啊，你去过大城市？他去过啊，工作过啊，怎么的演出什么的。我说那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哎呀，太累了，太辛苦了。他说不开心，太累了，所以就回来了。很好玩。然后篮球兄弟大家看的时候啊，篮球兄弟其实当我拍他们的时候，当他们说出他的梦想的时候，其实我是稍微有点惊讶的，就是在这样有遥远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自媒体和网络时代的发达吧，他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大概是个什么样，虽然可能没有亲身去经历过，但他们会有想象，会有幻想。包括哥哥说他想打 CUBA 球赛，篮球联赛，看了哥，然后就不是带他练篮球嘛，我觉得因为可能哥哥稍微的有点不协调，然后也没有经历过专业的训练，我就想，这个他离他要走的梦想的路，我就会有点担忧，离他要走的梦想的路真的很远。就是在我这个视角来看他和他的梦想，而他现在这个打篮球，他平时也只是自己练练，他有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没有人去指导他我是觉得有点担忧。然后呢，就想尽力的能在我在的时候可能教他一些东西吧，然后给一些建议，包括给他父母的一些建议。我说如果真的是孩子很喜欢打篮球，一定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后来我又想到自己，我说我当时是在江西新余出生的，最小的地级市。我如果说出我当时的心愿，有一个可能这样的人，他看我，他可能也会觉得，哎呀，很可笑吧？怎么还做的可能这个想上舞台唱啊跳啊，可能演戏，其实很远很远很远。所以回想起来，就是说，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可能我是幸运的，这些梦都实现了，包括也是很有机会能够让大家认识我，对，认识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千万不要去嘲笑别人的梦想。我觉得有梦想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应该去鼓励。对对对，就像我说的，我妈要多夸夸我一样。我觉得他们有什么东西，一定要去鼓励，哪怕你看起来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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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走在梦想的路上，或者去实现梦想的路上，这个过程其实也很重要，也是开心的。对。
然后最近也都在读一些书。真的人要看书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益智的事情。看看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我是不是在熬时间？没有啊，我这哔哩吧啦说了快1个小时了，我都没有停，好不好？我看一下，他们跟大家聊什么？新歌5月8号上线，5月8号上线。看看啊，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看看啊。下次拍什么？下次我们也在做拍摄的计划了，对，但是拍什么不告诉你们，事以密成，好吧？等东西出来了以后，我们再来聊聊背后的故事。在木头被蚂蟥扎了好几个地方的，哭哭冒血。酥油茶真的很咸吗？酥油茶不咸，是因为他们加了盐才咸。因为高原上，他们太阳很大，紫外线很强，然后很容易出汗，很容易脱水。对，盐是保持身体的这个必须的能量的东西。对，邓珠老师多大了？真的30吗？好像不记得了，好像是30吧，好像比我大一点。到了拉萨的感觉可以描述一下吗？就我到拉萨的感觉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八廓街那个地方，可能其实已经印象很模糊了。我记得当时我就到拉萨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去问人，我说有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然后人家说没有，只有德克士。那还吃德克士也行，就很想吃炸鸡这类的东西，就根本没有吃过。现在的拉萨，什么这个藏族口味的奶茶，然后什么肯德基、麦当劳、重庆火锅，啥都有。然后跟大城市我觉得没什么区别了，除了八廓街那一块啊，还保留着传统，其他外面那个而且变得好大了。对，而且对，然后那个布达拉宫那儿都拦起来了，以前都没有拦起来。对，
我没有高反。What are your next filming projects？ 下一次看看吧，找机会吧。对，找机会，一定要演戏，一定要拍戏，拍电影。纹身贴没了呀，纹身贴掉了呀。多多推荐给8月，给你们的身边的朋友。对，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就是说，看到一些负面的或者反面的评论不高兴。我觉得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对吧？然后他们说他们的，你们理解你们的，我觉得就可以。看看还有什么。6个荷包蛋就是在那个地方爬的特别累了，吃了6个荷包蛋。我觉得他们那个荷包蛋煎的可好吃了。纪录片的导演的感受是什么？做导演其实比做演员，我觉得周期更长。对，因为他要负责从前期准备到拍摄到播出，其实演员只要负责一个 part， 就是我看剧本，然后把它演好了，剪辑啊什么的都不需要演员管。对，但导演就是他做一个戏的周期是非常长的。做导演蛮辛苦的。对，七星回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不累呀？七星回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怎么会累呀？那肺活量嗷嗷的呀，那可厉害了。想学习配音，其实配音还好啊，不太需要学什么吧。对，然后最后了啊，最后5分钟，其他故事。最后5分钟，给大家聊聊爬雪山的故事吧。那爬雪山呢，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客栈老板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就是他经常会看到有人发呀，或者说啊，我征服了这个雪山，怎么的啊，我征服了它，我战胜了它。他说，其实人在大自然面前非常的渺小。而且你可能站在山顶的也就那么10分钟而已，你怎么就是征服它呢？其实我觉得他说有征服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的幼稚的。那我去爬了以后也是，你只不过是得到了他的允许，然后呢站在那个顶上去看了一眼那个风景，然后给你留下了一个
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美好的记忆而已，根本谈不上征服的事情。然后其实是好累啊！我记得从2000多爬到5000多，先爬到4000多，然后住在大本营，然后第二天上去完了，最难的是你上去完了以后爬完，你还得直降，直接就是这样的啊。就这样，比如这是那个民宿，那这是大本营，这是雪山顶。你第一天到达大本营，第二天到达山顶，然后呢，同时第二天你要直接下降到民宿，是整个一个魔鬼。我下来那一趟，后来我下到大本营以后，我说给我一个骡子，我不行了。结果发现坐骡子更惨，因为那个骡子就把你架得很高，然后它还很颠，它下坡哽叽，摇得我本来就感觉人不舒服，然后摇得我人都快散架了，快死了。我当时感觉我真的，我那个膝盖卡在那儿又很不舒服。我说休息一下，停一下，因为后脚跟其实当时上的时候，先一开始是穿了一个我朋友借我的鞋，登山鞋，很专业的登山鞋，但是就是太新了，其实我的整个后脚跟就是刚上山就已经磨破了，然后贴了2层创口贴，贴到后面后脚跟，然后才就是我说一定要上去，然后硬着头皮就是往上爬的。我是跟，因为我有个朋友，他爬了一会儿就失温了，就是里面狂出汗，然后散不出来，因为冲锋衣本来就不太散热嘛，然后就失温了，整个人打抖，然后有个向导陪他下去，我就跟那个向导，我穿的向导的当地居民向导的鞋，跟他换了个鞋，然后上去的。他那个鞋也有点薄，又薄了一点，所以去登山一定要买手杖和买一个合适的鞋。然后我下来的时候，因为下来的时候没有手杖没有撑嘛，你就是下来的时候一直是甩着的，手都是麻的。那个骡子给我颠的，我这辈子我劝你们真的是能不坐骡子，有体力就走路，千万不要坐骡子。这个骡子上山我觉得可以坐，下山千万别坐骡子，颠得你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后来我就跟那个向导说，你稍微停一停，让我歇一会儿。他不行，马上到了，哎呀，等会下雨了怎么办？一路顶，咣，然后你又很害怕坐那上面，生怕他一下子给你撅下去了，旁边都是那么高，真太痛苦了。本来是又累又困又饿，给我颠的就感觉比我走下去还要累。到了以后，但我不建议大家，我是冲了一个凉水澡，然后睡了一觉才缓过来，但不建议大家在西藏冲凉水澡。然后呢，我就穿的这个脚后跟磨破了，穿的这个鞋就往上爬了以后呢，又很搞笑。我那摄影师就跟着拍我的摄影师，他说我不行了，他说哲瀚我不行了，我还下去了，然后就开始把 GoPro 360全给我。好，我说好，我说我背着，我说我上去，我自己上去，我自己拍。我说行。然后呢，我就爬到那个云层以上了嘛，看到日出啊，很激动啊，怎么的，然后拍照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往上爬。爬到雪线的时候呢，飞机升上来了。飞机怎么上来了呢？对吧？他不是他走了吗？反正当时你没办法沟通嘛，也没办法沟通，就爬，然后他升上来，就大家看到开头那个画面，就是非常珍贵的那一段画面。然后呢，就爬，然后到了山顶，我不是拍嘛，很高兴啊，哎呦，我说我光膀子就是很中二，然后拿360在那上面转，
转转转，你知道吧？转转很兴奋嘛，我也没管，我心想就是要穿衣服了，要穿衣服，我就把那个360往旁边一丢，那个360，我就看着它，因为冰啊，上面是冰啊，很滑，那个360就从那个山顶，从我的视线，就到山底下去了。然后我就想追，刚追2步，我靠，那万丈深渊，那是悬崖，我就想我不会也跟他一起下去了吧？我就只能目送，然后做了一个那个这样的手势，目送他离开了我的视线，就那么掉下去了。然后360里面的素材也没有了。对，本来应该是有雪山顶上的素材的。好，然后完了以后呢，就下去了嘛。我就问他，哎，你怎么把飞机升上来了呢？我说，他爬到我那个看日出的那个位置了，因为其实最后也就几百米嘛，那飞机可以升上来嘛。那还好飞机没掉，掉了就完了。老天保佑没有掉。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上来？你不是下去了吗？他说因为出发当天呢，每个人都配一个向导，向导就说了每个人必须配一个。当时我们还觉得他们可能为了多赚点钱或者怎么样，每个人配一个，但其实去了你就知道真的是需要每个人配一个，因为每个人的体能状态，每个人状态不一样，都需要保护的，对吧？是说的非常有道理的，我也建议大家每个人都配一个，如果要去爬雪山的话。然后呢，但是我摄影师就说，他说我要拍他，我不可能离开他呀，我得紧紧跟着他呀，没问题的，一定可以的。所以我们2个就用了一个向导。然后呢，他把东西给我了，我们就往前走了嘛。当时因为刚刚爬不久，可能爬了1-2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才下去。那天还是黑的呢，我们1点出发，天还黑的呢。他说我根本没办法往回走啊，我又没有向导，我又看不见，我只能往上爬。然后他就爬到了那个雪线，天亮了嘛，爬到那个云层上，然后看日出，天亮了，把飞机升上来拍完了，他才下去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也因此有了雪山上的那段在爬的那个的画面。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经历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了，哎呀，说了这么多故事，累了，嗓子都要说哑了。然后这次还贼好笑，我不是带着我吉他手一起去的嘛，然后是想说2个人一起骑嘛，他能帮忙，就是因为车上会绑 GoPro， 可以帮忙拍一点东西。第一次骑那个拐弯上坡，我才骑5分钟，可能骑出去几十米吧，人就不见了。我说你不跟着我怎么拍呀？他就开始推了。然后从此以后就是这种大上坡就再也没有骑过了，就是摄影大哥会骑，然后呢他就加入了那个司机组，跟司机组待在一块了。然后呢其实我和他也有一个采访，就是他问我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俩聊了一会儿。然后呢我就反问他，我说这场旅程你也没骑，怎么骑呀？我说那怎么办呢？他当时在那个气氛的烘托下，回头要把那段剪，我要单独剪出来，然后给他。他说明年8月我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他骑完。回头这个要剪给他，然后建议他反复播放。Hello， 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喽。
对，我运动完什么的，我还没吃饭呢，我得去吃点东西去了，饿了。运动完洗好澡，贴了一个面膜，然后就来见大家了。饿了，哎呀，吃点东西。好，拜拜了哈，拜拜了，拜拜了，同志们，拜拜了 ，ladies and gentlemen，keep in touch， 会以后有机会多直播，然后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也是很开心的啊。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很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等到了8月这部片子，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可能看起来就只有1个小时，但是你要做出来还是要花一些时间，花一些功夫的。对，所以也很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对，未来肯定会继续努力，然后呢，继续尝试自己的喜欢做的事情。对，我觉得一个是身体上吧，身体上大家要健康，然后我要更好的身体状态；一个就是说精神上、知识上要学习。对，最近在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我觉得也是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啊，从历史上一些伟人啊，学习到他们很多的良好的意志品质，把这些东西输入到你的身体里，对，是很有帮助的。对，也很感谢就是所有台前幕后帮忙的人，然后呢，虽然他们可能都用了可爱的化名在影片的结束的时候，但是真的也是非常的感谢他们，正因为有他们才能够出来一部我认为还不错的片子，然后妈妈看了也很喜欢。对，还有字幕组的翻译，每一个都少不了大家的努力，我觉得也很幸运，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帮助我进步，然后呢愿意把我的故事以这种方式去说给大家听。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样子，而且一切都是大家一起，不只是我，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很珍惜我觉得这段旅程有大家的陪伴，非常幸运。对，认识大家也是非常幸运，然后现在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大家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只要你积极阳光的去面对一些事情，心嘛，知行合一，讲究的是修你的心。对，把心修得更加强大一些，然后也可以就像是你们的船长嘛，要带你们去看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啊，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故事啊，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故事，下次我们再聊。对，拜拜喽，拜拜喽。